我想在我们错过之前，勇敢一回。喂，听得清吗？我还在山区，不过准备要回首都了。哦，呃，虽然这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但刚刚来了通知，部里对我有别的安排，我需要立刻去首都报道。放心，这次我只是协助方，主要负责后方保障。现在还不确定。虽然我不需要时刻在岗，但因为要保证及时响应，这段时间我都必须一直在首都待命。抱歉。我知道你为了能在叔叔阿姨家一起过冬怨节付出了很多。你那么期待，可我……是啊，没想到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。本来还想着冬怨节的晚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放烟花。我还特地学了好几道以前阿姨常会在冬怨节做的菜，想着这回要在你面前大显身手。还有，
来以为终于可以见到你了。真的好想你。对，你是想来首都吗？还好赶上了。原本是这么想的，但领导见我等得很着急，就特批让我来接你了。很冷吧？你的手好冰哦。去国安部的家属区。东苑节将近，可大家都没办法和家人团圆。尤其是东苑节当天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时间好好过节。所以，领导决定趁着还没忙起来，先提前庆祝一下。今天晚上在家属区安排了团圆饭。家属区不涉密，而且大家都很期待你的到来。哦，对了，你来之前我在收拾宿舍，你看，你小时候写给我的音乐贺卡，经过我的改装，过了这么多年也还能放歌哦。没什么。你起来了，吃早饭了吗？我把阿姨做好的分了2份，一直放在那里保温呢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什么都好，我都喜欢。啊，可
是我什么都没准备。那当然，我会的。啊，还会唱歌？哇，嘿，哦，还有这种事啊？真的吗？听上去怎么像你编的？你要许什么愿望呀？我们之间还有秘密啊？怎么会？我不是答应过你了吗？我可是说到就会做到。那时候去首都上大学，我就把这张贺卡一起带走了。这些年也算跟着我辗转各处。这次在宿舍看到，就觉得你肯定会想再看看。那你慢慢看，我来开车。现在出发刚好赶得上包饺子。是，你要大饱口福了。家属区的樊姐调饺子馅儿可是一绝。等一下，里面很多人。我是说，食堂里有很多人。看来我还是得更直接一些。食堂里人多眼杂，我们就没办法像这样单独相处了。可我不想隔着电话，也不想匆匆忙忙，很多话总是当面说更好。不，虽然这样也是计划中的，但我还是有些话想说。抱歉，虽然我标榜自己是个说到就会做到的人，这一回却明明唯一对你，我是最不想食言的。可这会不会有些遗憾？毕竟……你说的对，已经很圆满了。
哎呦，哎，夏燕呐，那这包饺子的活就都交给你们了。你朝哥那边酱肘子正叫我呢。放心吧，樊姐，把这剩下的面和馅儿都包了就差不多吧。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就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哈，重活累活都让夏燕干，她有的是力气。樊姐人是不是很好？当初我刚来国安，本来就不太习惯首都的口味，部里的食堂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，偶尔我会和其他外地同事一起来家属区食堂点点炒菜，吃顿好的。久而久之，就和樊姐熟络了。她不仅照顾每个人的口味，有时间的话还能给做一些菜单上没有，但我们很想吃的。这包饺子就是那时候学会的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我教你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包饺子？50，剩下的馅儿不多了，我们再包一些加彩头的饺子吧。首都这边会给一些饺子里面包上干果，吃到的人明年就会顺顺利利，心想事成。夏燕，菜上齐了，就等你们的饺子喽。这就来。啊，怎么了？这是，核桃味儿的，特地给我留的。那也不用这么偷袭的嘛，谁知道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好，还没有吃完呢，吉祥顺意可得有始有终才行。你还说呢，有一次我太着急，被烫到说话都大舌头，叔叔阿姨还以为我怎么了。结果越问我，我越咽不下去，最后全都喷了出来，太狼狈了。走吧，该去过节了，大家都等着我们呢。
好说好说，看你这么虚心求教，我必定倾囊相授。对折之后就像这样。没错，用你的虎口抵在这里。好像有点儿不是很好看。没事，慢慢来，总会一个比一个好的。再说了，你包成这样，等下就算一起下锅煮，我也能一眼找到，就可以第一个吃到你包的饺子。50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学校里人就会很少。我记得一般这个时候就只有1、2个食堂还会开门，就算开门，也只有1、2层可以吃。好啊，那等开门了我们就去，我觉得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有段时间我很沉迷吃疙瘩汤，尤其是通宵做完实验，来到食堂吃上一碗热热的，浑身都会很舒服。后来那个窗口的阿姨都认识我了，还会按照我的习惯多给我放一些面疙瘩。不过如果接下来还要赶早八的课，我就只能打包点油条豆浆，边跑边吃。那栋是教室，我有很多专业课就在那儿。哎，劳驾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啊！约的自习室时间就快到了，这个月再迟一次，我就上黑名单了。我应该比他看上去要体面些吧？其实还可以再近一些的。同学，你是迷路了吗？第一次来我们学校没人介绍，确实很容易迷路。要不我给你带路吧？别这么客气，我叫夏燕，你呢？那你想去哪里呢？那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你一定想去。来首都大学的湖滑冰，可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冬日体验。
是，之前因为要给这个湖起名，在学校里征集了好久都没有个定论，后来干脆就不起名字了。反正其他的湖都有名字，没有名字也是一种名字嘛。先滑一会儿，然后带你去吃饭。啊，我们去玩冰车吧，比较安全，不容易受伤。哎，小心！没事吧？但就算这样，也无可厚非吧。亲身经验告诉我，面对喜欢的人，不把握好每一次可以主动的时机，就会留下很多遗憾。虽然现在就是最好的现在，但如果真有如果，如果这样的相遇真的发生，我想在我们错过之前，勇敢一回。毕竟在送我那张贺卡的时候，你告诉过我你的愿望。你希望我能更加坦率一些，不管是面对自己，还是其他我在乎的人。如果真有如果，我想再早一点实现它。如果真有如果，我想再早一点实现它。当然，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在叔叔阿姨家过东苑节。现在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了。我都解决好了，先是赶工完成了大部分，然后有个首都本地的同事正好愿意和我换班。原本想着再忙也该和你说一声的，但一切还没尘埃落定之前，我怕会破坏惊喜，也有可能最终还是让你失望。就是火车票和机票都早早售罄，只能我们自驾回去了。
不过我看了看导航，应该能在晚饭之前赶到家里。是的。要不要睡一会儿？东苑节要守夜，你可以先养养精神。没事的，这点工作量对我来说还是小意思。手套箱里有干净的毯子，你可以盖。坐稳了，我们这就回家。您好，您好，请问这是怎么了？不久前发布了暴雪红色预警，前方路段已经结冰，需要暂时封闭。那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通行呢？这个我也不好说。现在我们已经在组织铲雪，还有撒盐，但雪实在太大了。这样，你们先下车，我们在不远处搭了临时避难所，可以去领应急物资。先生，这个应急物资只能1人1份，您不能多拿的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！喂，妈，我现在堵在路上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及时赶回家。您和爸就别等我了啊，等下饭都凉了。哎，小宝，爸爸在这儿呢。哎，你看，下了很大的雪吧？爸爸马上就回来了，还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白鹅探长最新款的玩偶呢。哎，不，这回爸爸肯定没骗你，你再亲爸爸一回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去找负责人，向他说明一下我的身份，肯定有我能帮忙的地方。好，注意安全。饿不饿？那不知道你还有肚子吃得下这个吗？一个小朋友给的，托我一定要送到那个帮他找到妈妈的漂亮姐姐那里。来，我给你尝个新鲜的。
原来你一直在想这个。夏野先生，你在这里呢。新的运盐车来了。要是你们不方便，慢慢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好冷。大过节的下这么大的雪，那么多盐全撒完了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化。谁说不是呢？都要0点了，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，我却被困在这鬼地方。哎，是的，不过还有一些人在做收尾工作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都没注意，原来已经到这个点了。就像是提前看到了咱们白头偕老的样子。真好。虽然是这样的东苑节，可我还是觉得很喜欢。不仅仅如此，也因为我确信，你人生中大多数的东苑节都会与我有关。不管是已经过去的，还是即将到来的，这一天我能最坦荡地承认，你所有的回忆都绝对与我有关。不然，你也不会一直在纠结那么多年以前我曾许过的愿望了。怎么会？我向你保证，你从未错过什么。10、9、8。又到可以许愿的时候了。不过，其实我的愿望从没变过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可以一直勇敢下去，不管面对什么困难，永远有直面的勇气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，都能和你一起庆祝东苑节。第三个愿望，
我希望，无论你的愿望是什么，都能成真。中午好，刚开始午休吗？那我挑的时机刚刚好。哎，谁能想到刚过东苑节就这么忙啊？一连接了几个新任务，好不容易都完成了，我就趁着回部里述职的机会，来家属区蹭个饭。这会儿刚吃完，现在在院子里散步消食呢。樊姐听说了我们东苑节那天回家特别折腾，做了好多菜犒劳我。还有你的份哦，她给我包了很多饺子，冻好了让我带回魏明市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特地找她学了疙瘩汤的做法，虽然和学校食堂的味道有点不一样，但我觉得还是勉强可以一吃的。是，首都最近一直在下雪，所以我又把这条围巾拿出来戴了。放心，这回我看好了天气预报，也订到了回家的飞机票。这边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绝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啊？你又买了一张新的音乐贺卡？可是东苑节都过去了，该不会我要再等1年才能收到这张贺卡吧？好，那我就先不问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给我了，保持神秘感。哎，先别挂，我还有句话想说，就是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，但只要你想，还是可以再许3个愿望来犒劳自己哦。这一次，我会帮你一起实现它们，我答应你。